上班摸鱼时，我下载了一款新出的惊悚游戏，可屏幕上并没有弹出预想中的恐怖画面，仅仅只有一条血红色的公告砸到我的脸上。今日在线时长小于30分钟的玩家死。看着手机里略显狰狞的字体，我不禁有些兴奋。不愧是主打惊悚题材的游戏，一打开就在恐吓用户。好评。作为资深的恐怖类玩家，我忍不住摩拳擦掌，好好体验一番。可无论我点击什么地方，屏幕上都始终只有这一行孤零零的血字和一串实时流动的倒计时。我本以为是我的手机卡了，导致游戏加载失败。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不管我重启程序还是重启手机，依然只能停留在这个诡异的画面。好歹是个10几 G 大小的游戏，总不能只有这么一点内容吧？眼看什么操作都没有用，我怀疑必须等倒计时结束才能正式进入游戏。于是干脆把手机扔在了一旁，打开电脑刷起了剧。不知不觉就是一下午过去，直到下班时间到了，我才猛然想起手机还在加载着游戏。然而再度拿起手机时，我懵逼了。屏幕上仍然只有一行血色的字迹，但内容却变成了恭喜玩家，任务完成，你活过了第一天。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我举着手机点了一路的屏幕，终于可以确定这个游戏就是只有一行字，没有任何别的内容，简直给我气笑了。折腾那么久，合着就完了一句话，神经！有这功夫干点什么不好？心里升起一丝不满，我立马划回了桌面，想要把这款没用的游戏卸载掉。万万没想到，它居然还是个流氓软件，任我怎么卸载，都始终没法把这个名叫血红游戏的 App 从我的手机里移除。无奈的我只好苦笑着把它扔到了一旁，等着明天上班找程序员同事帮忙处理。本以为关于这个恶作剧游戏的事情到这里就已经草草结束，可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里，这款诡异的游戏会把整座城市变成一个真实的人间炼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那个女人叫小美。睡觉之前，我如同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刷着短视频，听着 AI 解说的催眠音调，昏昏欲睡。眼看马上就要睡着时，一道刺耳的铃声却突然传进我的耳朵。拿起手机一看，整个屏幕都被猩红的血色占据，白天下载的那款惊悚游戏上悄然冒出了一个小红点。打开之后，一则公告弹到眼前。注意，今日游戏时间仅剩1分钟，请检查自己的任务进度。我抬眼瞥了瞥时间，还真是23点59分。明明就是个一句话游戏，还搞得煞有介事。我不屑地笑了笑，懒得理会他，随手把手机扔开，准备再度入睡。可没过多久，就有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从我的楼下骤然响起，声音之大，仿佛在我的耳边炸开一样，并且足足持续了20-30秒，活生生把我拉回了清醒的状态。趁着窗外的夜，那股惨叫声显得格外撕心裂肺。我的心脏也忍不住跟着加速乱跳。很快，整栋楼的住户都亮起了灯，人们纷纷凑在窗前，想看看小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业主群里更是闹翻了天，很多人都发表着怀疑，询问是不是出了什么凶杀案，但始终没人给出具体的答案。直到半个小时后，几辆救护车飞速驶来，才有人小心翼翼地上传了几张全是马赛克的照片。小区里死人了，死相极惨，简直就是4分5裂，而且死了不止一个，有1栋的，有3栋的，有12栋的。听家属说了，不是什么谋杀，压根没人碰死者，突然就口吐白沫，开始挣扎了。靠，这不会是什么新型病毒吧？业主群里众说纷纭，看着那几张模糊但惨烈的照片，我不禁皱紧了眉头，心里暗暗有种不好的预感。而与此同时，一道熟悉的刺耳铃声也再度响起，猛然扎进了我的耳朵。一则公告顶到了手机屏幕上，看得我心里咯噔一跳。第一场游戏结束，本地服务器玩家总数4800，死亡玩家1620，存活玩家3180。看着屏幕上血色的字迹，我不禁瞪大了眼睛。仅仅10分钟后，一则紧急新闻快讯就在各种微信群里疯狂传开。疑似致命病毒在我市疯狂传播，发病前毫无征兆，死亡速度极快，目前病例已达1600人左右，传播途径尚未确定，请市民务必小心。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看见1600这个数字，我也更加确定，这场害人的灾变就是手机里的血红游戏所致。这个软件说的死，不是游戏里少一条命那么简单，而是真的会死。一款新出的惊悚游戏，居然在现实世界里疯狂杀人。事到如今，我再也没法抵挡心里的担心和恐惧。点击拨号键，迅速拨动3个数字，想要报警。可我还没来得及把电话拨出，一则新的游戏公告已经强制占满了我的手机。欢迎各位进入血红游戏，游戏规则如下，请玩家们务必遵守。违者死，一本游戏仅玩家可见，请勿在现实中泄露关于游戏的一切。2. 接下来的3天，系统将推出3个不同的游戏场景和对应任务，完成者方可存活至下1天，失败者当场死亡。3天之后，若服务器内无玩家存活，则整座城市全部沦陷，加入更大规模的超级死亡游戏。若有玩家顺利通关，
则时间倒退，回开服时期，死亡的玩家也将悉数复活。人类的存亡或许就把握在你的手里。从现在起，游戏正式开始。看着屏幕上的一行行文字，我最终还是停下了报警的动作。毕竟3位邻居就这么猝不及防地死在了我的附近，更不用说还有紧急新闻佐证着这款游戏诡异的杀人能力。忤逆它的规则内容，绝对会死得很惨。公告结束之后，游戏主页上也顺势弹出了一个新的窗口。是否进入今日游戏？我深吸一口气，想着反正也逃不了，直接点击了是。几秒后，手机里闪烁起一阵猛烈的血光，径直把我吞没。本次游戏为双人副本，已为您匹配同服玩家。再睁开眼，我竟早已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是身处一间陌生的中式婚房。精致的红布从房梁缠绕到地上，红灯笼里闪烁着温暖的火光，俨然一副喜庆的场面。可床头的红纸上却不合时宜地写着一个名字。更诡异的是，转过头去，我的身后竟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一袭红装的新娘。细细一数，整整有18道身影，全都盖着红盖头，沉默不语，没有一丝一毫的声响，让人不寒而栗。而这个房间的尽头，正站着一个身穿黄袍道士装的女生，脸上写着一样的迷茫，和我四目相对。与此同时，一道机械的嗓音突然响起：“你们2位是游历四方的道士，前些日子受一个男人所托，拯救他的青梅竹马，一个被拐卖用作冥婚的女孩。你们四处寻找，终于在鬼门关附近找到了这场没有活人宾客的盛大婚宴。然而闯进婚房之后，你们却发现这场冥婚竟足足有18位新娘，其中有17位都是真正的阴鬼，仅有1人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女孩。阴阳有别，纵使你们具备些许法力在身，也仅仅各有2次掀开盖头的机会。全部4次机会用完之前，找到活人女孩，游戏胜利；失败则副本玩家全部死亡。请注意，副本持续时间为1炷香，若时间结束尚未完成任务，游戏将直接判负。”话音落下后，我们终于搞清楚了眼前的状况。对面的女生赶紧走了过来，朝我伸出了手。“你好，我叫江子玉。”见状，我也伸出手轻轻一握，林长安。看这个规则的意思，我们俩应该是纯粹的合作关系，4次机会并不算多，我觉得我们最好商量着一起做决定。我立马点了点头，没问题。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各自围绕着婚房里的18位新娘转了2-3圈，仔细观察了每一位新娘的服装和身形，差不多花了半炷香的时间。在碰头时，我叹了口气，我完全看不出她们有什么不同。本以为人和鬼之间多少会有些区别，结果她们18个的外形就像复制粘贴出来的，简直一模一样。江子玉闻言也有些无奈，我这边的情况也差不多。我甚至还悄悄跑到他们每个人的耳边问了话，全都安安静静，没有一个人理我。时间过半，却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拿到，我不禁深吸一口气。不得不说，眼前的状况有些棘手。虽然我也算玩过不少中式恐怖游戏，但真的跑到这种诡异的场景里，还是有点手足无措。江子玉闻言，立马转头看向我：“你是说你经常玩类似题材的游戏吗？”如果文字类和2D 类也算的话，确实是玩过很多。那在类似的游戏里，人和鬼一般都有些什么区别？我思索片刻，回道：“一般来说，鬼都没有影子，但我刚才已经仔细看了一遍，他们不仅有影子，而且影子的长短方向也都一模一样。还有别的吗？”我想想，我咬了咬自己的指节，在有些恐怖游戏里，鬼是没有脚的，小腿以下都是空荡荡的，这也是他们被称为阿飘的原因。江子玉顿时眼前一亮，他决定挨个试试，摸这些新娘的脚踝，看看那精美的绣鞋里会不会其实包裹的是空气。可就当他伸手碰到第一个新娘时，那位新娘却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手臂，随后猛地掀开了自己的盖头，露出了一张极其诡异的脸。那张脸光滑无比，皮肤极其细嫩，被灯笼照得白里透红，却找不到任何五官。他嘻嘻一笑，发出了银铃般的声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嘴巴到底生在了哪里。哪怕提前做过心理准备，可当这样一张脸摆在面前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惊呼，心中掀起波涛骇浪。靠！江子玉离他更近，显然也是吓得不轻，下意识往后跳了好几步，缩到了我的旁边。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也随之出现：第一次机会已消耗，请继续寻找。婚房里又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好不容易平复了惊魂未定的心绪，江子玉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遗憾的神情。看来只要碰到其中某位新娘，她就会自己把盖头掀开，刚刚那个办法是行不通了。我忍不住揉了揉太阳穴，心里也有些发愁。不能碰，也看不透，难不成只能靠猜？无奈之下，我们俩只好各凭直觉选出了2个答案。他掀开了第5个新娘的盖头，又见到了一张没有五官的脸。我则是选了自己的幸运数字石器。这次的场面更加恐怖，我刚把新娘的盖头掀开，她的头颅就顺着我拉扯的方向水灵灵地滚了出来，像一颗皮球一样直接落到了我的脚下。随后一脸盈盈笑意，抬头注视着我。好家伙，这次倒是有五官了，更吓人了。
我急忙把盖头盖回他的头顶，婚房里才重新安静了下来。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所剩不多，香炉里的檀香烧到了大概4/5的位置，而我们2个人加起来也只剩下了最后一次机会，找不出来唯一的活人新娘，将必死无疑。江子玉的脸上已经写满了焦急，我的心情也十分复杂。好歹也一直自诩为惊悚游戏老玩家，结果这才第1天就要没命了。我不停拍打着额头，希望自己的脑子能赶紧发力，但它就像是上班时坏掉了一样，死活想不出任何东西。毫无办法的我，只能回忆起以前玩游戏时的一些操作，不停翻弄婚房里的所有器物，包括到处都是的红布、床头的2个枕头和墙上那些写着名字的红纸，希望它们会是什么隐藏道具，或者暗藏着什么机关。但想象中的画面却一个都没出现。眼看檀香马上就要烧到尽头，无奈的我只能站在床上，拨弄着那红光闪闪的灯笼，希望能找到一点解谜的灵感。屋里的光芒摇晃了几下，前面的江子玉突然猛地站起身来，回头看向我。我好像知道怎么过关了。听他这么说，我立马来了精神，赶紧停下到处乱碰的手，摆出仔细听讲的姿态。江子玉却指了指灯笼：“你别停下来，继续摇。”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还是赶紧照做，重新摇起了灯笼。江子玉回头看向那18位新娘，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迅速走到了其中一位的面前。直到这时，我才终于明白了他的用意。原来人鬼之分真的和影子有关。虽然所有的新娘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影子，但是当屋里唯一的光源灯笼不停移动时，只有一位新娘的影子会随着一起左右摆动，其他新娘的影子都仿佛是画在地面上的，根本纹丝不动。因此江子玉果断出手，趁着檀香即将烧尽，把这位新娘的盖头直接掀开。一张属于人类女孩的青涩脸庞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她紧闭着嘴，瞳子里写满了恐惧和不安，眼角甚至噙着一丝泪光。江子玉轻轻把她的头揽进了怀里：“没事，我们来救你了。”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终于响起：“恭喜2位玩家顺利通关，你活过了第2天。”眼前一黑之后，我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窗外仍然是凌晨的黑夜，吹着略带凉意的风，就像我从没离开过一样。看着游戏主页上的提示，我吐出了一口长气，差一点就把命丢在游戏里了。过了几秒后，系统又弹出了一条新的信息：是否添加玩家江子玉为好友？没有半点犹豫，我直接选择了是。对方已同意，若后续副本依旧是多人任务，可直接邀请您的好友同行。随后便再也没有任何动静。本以为会给一个聊天框什么的，结果却连好友列表都找不到。这游戏的页面实在有些粗糙。接下来的时间，我整晚都没有睡觉，一直在网上查找着各种恐怖游戏的资料和关卡，想要为后面2天恶补一些知识点。不仅如此，我还偷偷搜了一些关于血红游戏 App 的关键词，却发现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关于病毒的猜测，没有半点相关信息出现。果然，所有的玩家都遵循着游戏规则，不敢有任何泄密行为。到了白天，小区里又陆续出现了几桩可怕的病毒死亡案例，业主们都在感慨着这次天灾的可怕，我的心里却十分清楚，这是血红游戏的玩家们在第1天副本里失败了。终于到了晚上11点59分，熟悉的铃声出现，没多久后，我看到了这一天的死亡人数。第2场游戏结束，死亡玩家2652，存活玩家528。是否进入今日游戏？我紧握着手机，轻轻点击是。与此同时，手机右上角也多出了一个陌生的邀请标志。我赶紧抬手一戳，等待10几秒后，系统弹出了提示：本次游戏为10人副本，您的好友江子玉已同意邀请加入房间，正在匹配其他同服玩家。没过多久，那道熟悉的血光再次将我淹没。猛地睁眼后，我已身处一个破旧昏暗的走廊，附近零零散散站着9道模糊的身影，看起来应该都是本次副本的玩家。走廊的2侧分布着密密麻麻的房间，门牌上挂着3年1班、3年2班之类的字样。很明显，这里是一所学校的教学楼。我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个黑色的小方块，闪烁着浅浅的绿光，偶尔发出滋滋的电流声，应该是某个不知名品牌的对讲机。简单扫了一圈后，我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同样在找我的江子玉，悄悄挪到了他的身边。经历片刻等待，机械的嗓音准时响起：你们是10个鬼屋爱好者，为了寻求刺激，结伴来到了远郊废弃已久的无名中学。据说这里常年闹鬼，屡屡发生失踪事件，早就让你们垂涎已久。可当你们壮着胆子走进这里后，你们才猛然察觉，这里好像真的住着一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鬼怪。你们想要逃，但学校的大门早已莫名消失，仅能在校区范围内活动。请尽快找寻合适的地点隐藏自己。10分钟后，他将开始杀戮。若能存活至半小时以后，则该玩家通关。当然，你们是不可能躲得过的，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他都可以破门而入，把你们切成2半。嘘，他就快来了！逼仄的走廊里飘荡着粗粝的回响，配上学校阴飕飕的环境，让人不寒而栗。
等到规则彻底介绍完毕后，一位玩家举起了手，率先发言。各位，很明显，这是一个类似于躲猫猫的游戏。我们这里有整整10个人，如果绑在一起走的话，目标太大，很容易被鬼怪发现。既然系统给我们配备了对讲机，那大家就赶紧分开，各自行动吧。如果有人发现了什么特别的线索和信息，请记得分享出来，这样可以增加所有人的存活概率。闻言，众人纷纷点头，很快便各自散去，寻找自己的藏身之地。一个个背影慢慢远去后，我看向身旁的江子玉，我们俩一起走吧。江子玉眼睛一抬，我也是这么想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先花了大概5分钟，站在高处观察了整个学校的布局，大体可以分为3个区域。首先是游戏开局所处的教学楼，面积很大，每层楼都有大概20间教室，教室里堆满了全是灰尘的桌椅，十分杂乱。第2个区域是学生们的宿舍，相比于教学楼的宽阔，宿舍楼就显得逼仄拥挤得多，看似不大的一栋楼里，起码被分割成了数百个狭小寝室。最后一个地方，处在2栋楼的中间，是一个空旷的操场，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物存在，可以说是一览无遗。并且这个废弃学校大部分地带都已经彻底断电，只有一盏明晃晃的射灯悬在操场上方，把这个中间地带照亮。因为有这个极其显眼的中间区域存在，我们一旦选定了教学楼或是宿舍楼，就再也不可能更改。若是在躲藏期间穿过这个操场，几乎是一定会被发现的。大致熟悉了地形后，江子玉朝我看了过来，选教学楼还是宿舍楼？我思索片刻，指了指对面。教学楼虽然面积够大，空间充足，但房间数量上实在不占优势。鬼怪若是一间一间屋子找过去，这里一定会比宿舍翻得快。宿舍楼相对而言就复杂了许多。江子玉点了点头，显然也抱有一样的想法。于是我们赶忙下楼，朝宿舍区域奔去。宿舍有6层楼，我们钻到了3楼的深处。这里是所有楼层的中部，不管鬼怪是从上往下找，还是从下往上找，都会处于相对靠后的顺位。推开一间平平无奇的寝室门，里面全是学生遗弃的生活用品，散落一地，发霉的气息喷涌而来。江子玉捏着鼻子，四下张望，寝室里能藏的位置好像也只有床底和衣柜里了吧？你想待在哪儿？我没有顺着他的话选择，而是把目光挪向了阳台。话说，你读书的时候藏过手机吗？他先是愣了愣，随后点了点头。当然，谁的学生时代还没点和老师斗智斗勇的经历呢？我觉得，不管床底还是衣柜里，都是很容易被猜透的想法。我以前有个藏手机的法子，应付了3年的突击检查，从没被老师抓到过。他疑惑地扭了扭头，什么法子？我带着他走到阳台，指了指头顶用来晾衣服的金属杆，上面还零零散散挂着几件厚重的外衣。我会把手机放在衣服里，挂到晾衣杆上，几乎所有人路过这里都会忽视头顶的情况。你的意思是？看着他疑惑的神情，我微微一笑，立马做起了示范。先是拽下来一件长款羽绒服，套在了身上，随后踩着窗沿爬上了晾衣杆，以肚子作为支撑点，直接趴在了上面，使劲抖脚，整个人都缩进了羽绒服的笼罩里。只要我保持不动，乍看过来就只会看到一件胡乱搭在这里的宽厚大衣。而且这里位于阳台位置，比较方便逃离。如果实在是被堵住了门，也可以选择翻到隔壁，或者干脆跳到下一层楼的阳台。江子玉看完我的表演，不禁啧啧称叹：“你还真有点东西。”没多久，他也翻了上来。我们一左一右，化作2件没有灵魂的衣服，融进了黑暗之中。10分钟的准备时间转瞬即逝，我和江子玉默默藏在晾衣杆上，屏住呼吸，时刻监测着外界的动静。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外面的声音还没听到，怀里的对讲机却率先滋滋作响。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突然出现，他尽力压低着嗓子，语调却又十分急切：“喂，你们有谁是躲在教学楼5楼的？10分钟已经到了，怪物很可能已经进入学校了，不要一直敲我的门了，行不行？就算有主动找死的，也别拖着我下水啊！”然而，整整10几秒的时间过去，也没有任何人回应他。他似乎是有些恼怒，又把一样的话问了2、3遍。直到这时，才终于有另一个声音低沉地传出：“哥们儿，别问了，我刚刚看过了，10个人里只有咱俩选了教学楼，我人在2楼，你最好祈祷自己是幻听了。”靠！焦急的男人一声清脆后，对讲机里又彻底陷入了沉默。我和江子玉对视一眼，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担忧。这个鬼怪找人这么快？而仅仅1分钟过去，那个男人焦急的声音便再度传来：“完了，完了，我好像要死了。”她就像一个从血池里爬出来的女人，穿着老师的衣服，浑身都是条形的血痕，手里拿着一把消防斧，把我的教室门劈开了。我明明藏在角落的垃圾桶里，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可她一进来就死死盯着我的方向，朝我慢慢走过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人能救救我？求求你们，帮我想想办法。她越来越近了，听着对讲机里不停颤抖的声音，我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对面的江子玉也同样眉头紧皱，瞳孔睁大，仿佛那股诡异的气息也在朝我们的身上不停蔓延。
男人不停啜泣着，我们突然听到啪的一声，似乎有什么物品落地。一片死寂之后，对讲机里隐隐出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女人声音。她阴沉一笑。第一个，教学楼里爆发起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一道道平常只出现在菜市场的剁骨声，在学校里不停回荡。听着对面楼里恐怖的声音，我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整整2分钟后，她才终于停下。本以为这所学校会得到片刻短暂的安宁，可仅仅几秒之后，对讲机里又传出了另外一个玩家的声音。不对呀，是你们的恶作剧吗？为什么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听他这么说，有人发出疑问，你在哪儿？不会也在教学楼吧？我在宿舍楼的6楼啊。此言一出，所有人的心里都忍不住咯噔一跳。这种时候，你不要乱开玩笑啊，就这么2、3秒，他就从教学楼跑到宿舍楼了。那人的嘴边响起浅浅的咬牙声，所以我才问你们，是不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啊？靠，好像有人在砸我的门。听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其他的玩家忍不住捏了把汗。你还好吗？同样是带着颤音，他说出了人生的最后3个字。他来了。惨叫声再度刺破天际。我做梦都没想到，短短的3分钟时间，10位玩家已经淘汰了2人。不得不说，鬼怪的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本以为既然是玩躲猫猫的游戏，寻找我们的鬼怪多半有着和正常人类一样的感官，顶多是具备恐怖的杀伤力，让我们没法反抗。可现在看来，对方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又可以透视，又能够瞬移，这还怎么玩？别说存活30分钟了，恐怕20分钟都用不上，我们就会被全员宰杀。眼看情况危急，教学楼里唯一的幸存者说出了他的想法：各位，我严重怀疑，就是手里的对讲机暴露了我们的坐标。从现在开始，我会立刻把我的对讲机扔掉，换一间教室待着，你们最好也这样做。这之后，对讲机里便只剩下越来越小的脚步声。听完他的话，我看向旁边的姜子玉，他此时的表情也相当纠结。如果对讲机里真有定位器存在，那确实扔了才能更好的活下去。但倘若没有的话，我们剩余的玩家就将完全失去信息共享的可能，风险也会急速提升。听着楼上一阵一阵的剁骨声，我们犹豫了许久。可还没等我们做出决定，2分钟后，本已彻底陷入了寂静的教学楼也骤然传出了凄惨的哀鸣。显然，这位鬼女士用她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她不需要依靠对讲机的帮助，也能轻松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位置。不知不觉间，我的背后已经爬满了毛毛汗。这个场面实在是让人有些绝望。幸好，剩余的玩家里还有一道比较冷静的声音，努力压制着自己的声调，安慰着众人：大家千万不要惊慌，尽量观察自己周边的环境，多多思考。这个游戏既然设置了通关条件，大概就不会是必死之局，逃生方法或许就藏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反正我们也都知道了，鬼怪的能力强大，一直窝在某个地方是没有用的，倒不如变得主动一些。胆子大一点的，可以像我一样，慢慢摸索附近的每一间寝室，寻找线索，规划合理的逃跑路线。胆子小一点的，也不要缩到角落，最好待在房间门口的地方，方便观察鬼怪是否靠近，尽量不要像前面几位玩家一样，把自己关在狭小空间里，只能坐以待毙。听到有人在关键时候站出来担当起了指挥的重任，我们的心里安定了不少。对讲机里立马响起了不少回应。没问题，我听你的。我和姜子玉简单商量之后，也觉得光靠藏匿是不够的，从厚重的羽绒服里钻出来后，小心翼翼地靠近了门口，拉开一条门缝。然而玩家们的军心才刚刚稳定下来，一道急促的声音就从对讲机里冒了出来。怎么办？敲门声好像跑到我这里来了。你在哪儿？我在宿舍楼5楼楼梯口。此言一出，与他对话的那人顿时陷入了沉默，几秒之后才在迟疑中开口：你确定吗？可我刚刚才从那里路过，根本就没有人啊。对讲机嗡嗡作响，听得我们满脑子雾水。2个人说的话为什么互相矛盾？难不成有人在说谎？可大家不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吗？正当我想开口再问一些细节的时候，一声惨叫瞬间爆发，从头顶的位置传了下来。恐怖的剁骨声再度出现，刚刚求助的那人再没了音讯，和他对话的那人也明显慌了神。我靠，他真的被杀了！我现在就在他的隔壁，但我刚刚真的没看到任何人接近这间寝室啊！完了，我这边也响起敲门声了，救救我！这时，刚才发动指挥的那位玩家终于再度发言：待在屋子里必死无疑，向死而生吧！你试试主动推开门，往楼道附近跑，主动推门。没错，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你自己把门打开，如果能让对方措手不及，还有跑掉的可能性。行吧！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死死盯着手里的对讲机，迫切地想知道他能不能从鬼怪的手里跑掉。可接下来他的话却让我们都骤然一惊。不对呀，为什么我推开门后发现走廊里根本就没有人，而且敲门声还一直在持续？不行了，我要赶紧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躲到了5楼的杂物间里。靠，怎么我刚走进这里，敲门声就立马跟过来了？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里也升起几分焦急。
你赶紧像刚刚那样再推门出去吧。可他却愣住了神，说话变得结结巴巴，来不及了，斧子已经把我的门劈开了。痛苦的哀嚎瞬间撕破了黑夜。时间还没到10分钟，玩家已经折损过半。我愣愣地看着外面漆黑的天空，心里已经掀起了汹涌波涛。这个所谓的怪物也太诡异了。本以为透视加瞬移就已经足够变态了，现在居然还要加上一个隐身，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设定？接下来的5分钟里，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对抗鬼怪的信息或者道具，也没有发现各类游戏里常见的安全屋设计。绝望的氛围始终盘旋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2位玩家均逃窜无果，陆续死去后，整个学校里已经只剩下我、姜子玉和那个一直在试图指挥拯救大家的人。眼前的情况似乎也确实印证了一开始规则里说的话，你们是不可能躲得过的，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他都可以破门而入，把你们切成2半。无可奈何的我们只能不停奔走在不同的寝室里，生怕下一秒就被鬼怪锁定了目标。直到沉寂许久的对讲机终于再度响起。喂，剩下的2位，你们还在吗？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并且找到了一些可以佐证的材料，或许可以保证我们活下去，你们愿意尝试吗？闻言，我和姜子玉顿时眼前一亮，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们震惊无比。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现在立刻跑到操场上。什么？我们俩都觉得有些震惊。去操场上？那个空空荡荡、没有掩体、被照得清清楚楚的地方，这算什么主意？难不成这个鬼怪其实是早期港片里的僵尸，见光就死？可射灯里照出来的也不是阳光啊。仔细想了想后，我们都忍不住摇了摇头，觉得这个理由有些荒谬。甚至姜子玉思考片刻后，提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想：他不会是被鬼怪盯上了，想让我们主动出去送死，替他牵扯鬼怪的注意力吧？我不禁想起了一则小巧的寓言：当你被猛虎追逐时，不需要跑得比老虎快，而是要跑得比同行者快。对方的话到底能不能相信，变成了我们此时最大的困扰。可就是这么摇摆片刻的功夫，那可怕的敲门声居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附近。我和姜子玉对视一眼，心中忍不住一紧。推门而出后，果然没看到走廊上有半点人影，但我们深知，不管跑到哪个隐秘的角落，他都会紧紧跟过来，破门而入，直到把我们残忍杀害。除了一直跑，不停下，几乎没有别的办法。或许是听到了我们急促的脚步声，对讲机里的那人也跟着焦急起来。你们被盯上了吗？相信我，绝不要停下，来操场，来我这里，稍后我会给你们解释原因的。既然现在被鬼怪盯上的是我们，那他也没有非要害我们的理由了。面对几乎必死的局面，我们只好咬着牙，依他所说，奔向了楼道。几乎是1步3个台阶的跑下了楼，在空旷的操场正中心，看到了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瘦削人影。最后的3位玩家终于汇合到了一起。我们看向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指挥官，赶忙喘着气问道：接下来往哪里跑？没想到他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轻轻笑着摊了摊手。我想我们已经安全了。我和姜子玉一头雾水，也不知该往何处求生，只能死死盯着眼前寂静无比的2栋楼。可事情好像真如他所说的那般，再也没有任何东西靠近过我们。1分钟、2分钟、3分钟，直到5分钟过去，我们依旧完好无损地站在操场上，仿佛那个可怕的鬼怪已经人间蒸发。这是什么情况？前方的男人推了推细长的眼镜框，从怀里掏出了一本破旧的日记本，递到了我们的手里。几分钟前，我一路摸索，误打误撞走进了一间教职工宿舍，在一位老师的抽屉里发现了这本日记，里面贴着不少裁剪下来的报纸，记录了关于这个学校废弃原因的传闻。12年前，这个学校里有一位叫许明月的语文老师，年轻漂亮，为人亲和，教学能力强，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她的年轻漂亮也被几个恶臭肮脏的校领导盯上，对她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骚扰甚至虐待。在那半年里，许明月一边忍受着领导们的威胁，一边暗中整理证据进行举报。可谁也没想到，举报信竟被直接送到了几位领导的保护伞手里。她不仅没有讨回公道，反而被判处诬陷罪，缓刑2年。绝望的许明月再也没法忍受世界的不公，选择拼死抵抗，拎着一把消防斧闯进了校长办公室。只可惜现实里没那么多酣畅淋漓的爽文，他的报复根本不可能成功，反倒是自己丢了性命。几位校领导密谋之后，安排写日记的这位化学老师把许明月的尸体焊进了废弃仓库的双层铁门里，以失踪的名义压下了此事。随后的几年，慢慢把校区搬到了别的地方。许明月就这样被永远困在了废弃校区，施暴者们的生活却越发光鲜亮丽，他的怨气始终无法消散，慢慢变成了茫然的冤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位鬼怪。他身上的条形血痕，就是当年几个校领导留下的虐待痕迹，而手里举着的斧子，就是那把没能帮他报仇成功的消防斧。其实他的能力根本不是所谓的隐身瞬移，而是可以自由地进入学校里的每一扇门，但却不能从任何一扇门里出来。这就是我把你俩叫到操场来的原因。听完他的解释，我们终于恍然大悟，脑子里又蹦出了介绍规则时的那句话：
不管你们藏在多深的角落，他都可以破门而入，把你们切成两半。本以为只是一句略带不屑的威胁，没想到答案早已写在了明面上。听完许明月的故事后，我们三人在操场上沉默了很久，默默看着死寂的学校，无人说话，既为同行的玩家惋惜，又为那位仍被困在铁门里的语文老师神伤。哪怕他只是一个游戏里的人物。时间在15分钟后走到了尽头，随着一阵白光亮起，游戏也在一片平静中悄然结束。恭喜3位玩家顺利通关。结算时，救我们一命的男人轻轻点头，准备离开副本。我猛然反应过来，开口问道：“我们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微微一笑，身形慢慢消失，只留下了2个字：一山。你活过了第3天。从学校副本里出来后，我紧绷的神经总算彻底松了下来。虽然是侥幸抱到了大腿，但总算熬过了梦魇一般的第2关。随着死亡数字不断增加，官方已经迅速做出了举措，展开了极其严格的隔离行动。市区所有居民禁止外出，窗外只能看到零零散散的几个工作人员，负责每个区域的安保和送菜职责。这场上千人集中死亡的大灾变，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关于病毒来源的猜测和讨论，互联网上都更新出了70-80个版本。但只有我们这些身处危险中的人才知道，其实压根不存在什么病毒和恶疾。风暴的中心只是一款极其神秘的游戏 App。不过，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过最后一天的副本，死亡还真会如同瘟疫一般蔓延升级。到那时，恐怕就是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灾难了。加了一山好友之后，接下来的一天，我都在查资料，恶补恐怖游戏中度过。直到晚上11点59分，午夜的钟声即将敲响，死亡人数也准时的发到了手机里。第3场游戏结束，死亡玩家479，存活玩家49。很难想象，短短3天时间，4800名玩家已经只剩下差不多1%。与此同时，关于最后一场游戏的通知也悄然登场。注意，第4天将不再划分不同副本，所有幸存玩家将于凌晨1点进入同一场景，请及时上线，否则将直接淘汰。没多久之后，熟悉的血光再度出现，我的眼前猛然一黑。最后一次从游戏里睁开眼，耳畔是轰隆隆的火车行驶声。我从一辆寒冷的绿皮车厢里站起了身，附近零零散散坐着几位乘客，却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我刚想前后走走，找一下姜子玉和一山的位置，机械的声音就飘进了耳朵。暴雪世纪，末日来临，你们是这个国度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很可能也是最后的49名幸存者。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被冰雪吞噬和覆盖，你们因为正在乘坐一辆高原列车逃过一劫。但很可惜，这样的逃离也只是暂时的。10分钟后，飞驰的列车将会撞上一座巨大的雪山，因为那里的隧道早已经被雪崩淹没。想要活下去，唯有停下火车这一条路。请注意，阻止火车撞上雪山并成功存活10分钟以上者，将获得终局游戏的胜利。听完系统的通知，我看着窗外飞驰的雪景，立马加快了脚下的步伐。10分钟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必须尽快汇合。半分钟后，我跨越4个车厢，找到了已经碰头的姜子玉和一山。不得不说，在这样残酷的死亡游戏里，看到2个值得依靠的队友，心里的慌乱会瞬间安定不少。一山还是如之前那般，戴着一副薄薄的金丝眼镜，简单推敲后就规划好了我们初期的行动路线。第一步便是一直往前走，查看驾驶室。想要停下正在运行的火车，先找到司机和刹车的位置，无疑是最重要的。可当我们推开驾驶室的铁门后，看到的场景却有些匪夷所思。驾驶室里只有一面墙，不仅没有控制火车的人，更没有任何的按钮和推杆。任我们上下翻个遍，这里也只有一面白绿相间的墙和一个写着数字120的小巧液晶屏。很难想象脚下的列车到底是以什么为能源前进的。不过毕竟是在游戏世界里，我们虽然惊讶，还是很快镇定了下来。离开驾驶室后，我们迅速把整个火车的情况浏览了一遍。直到这时，我们才发现列车里原来处处都透露着不合理。正常绿皮火车该有的行李架、桌板、餐车、厕所等等设计全部都消失不见，甚至可以说是空空如也。总共12节车厢，统统只能看见一排排焊死的座椅，没办法换方向，更没法调整高度。而走到列车尾部的时候，更骇人的一幕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最后一节车厢居然裂成了2半，漫天的风雪从这里鱼贯而入，外面的世界已经只有晶莹剔透的白色，早已看不出任何形状。绿皮火车行驶在一座离地极远的大桥上，下方是看不到底的深渊。至于这节编号为12的车厢，仿佛被拦腰斩断一般，另外的半截靠着一根粗壮的金属绳索连接，吊在列车的尾部，大概40米之下的地方，就像是火车甩动着尾巴一样，在空中不停摇晃。看着远处那深邃的车厢内部，一山沉吟片刻，说：“我们所在的车厢全部都干干净净，空无一物，恐怕控制火车的关键线索和道具会在下面那半节车厢里。”
但想要在这么大的风雪里，仅仅靠着这么一根绳索，安全抵达40米之下的地方，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最好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找出身体素质最好的几个人来执行这件事。我点了点头。身处终局游戏里，我们已经是整座城市最后的希望了。血红游戏每一关的难度都很高，若是不把玩家们团结起来，仅仅10分钟时间，恐怕都做不出什么有用的挣扎。幸运的是，能顺利存活到最后一天的玩家，几乎没有拖后腿的人，执行力非常之强。互相喊话之下，仅仅半分钟的时间，就全部跑到了这里。很快便听懂了一山的讲解，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困局。几个壮汉自告奋勇，站到了最前方，想要承担起探索断裂车厢的任务。在众人担忧的目光里，他们顺着金属绳索的路线慢慢向下滑去，没多久就被淹没在了飘飞的暴雪里，只剩下一个个模糊的身影缓缓挪移。可他们才刚刚走出一半的距离，远方一阵狂风突然呼啸而来，吹得金属绳索疯狂摆动，隐隐约约之间，似乎有惨叫声从下方传来。我们的心顿时为之一紧，而第一声惨叫就像是触发了什么诡异的开关一样，其他的几人也没能抵御这剧烈的摇晃，全部跌下了万丈深渊。许久之后，系统响起了无情的播报：5名玩家已死亡，存活人数44。那节摇摇晃晃的断裂车厢仿佛变成了一只可怕巨兽的嘴巴，无情地等待着啃食玩家的生命。但哪怕形势再严峻，我们也不敢停下来。很快，第二批身形矫健的小队站了出来，准备执行任务。可就在这时，沉默了许久的姜子玉突然举起了手，他迅速把头发扎了起来，看着外面的无尽风雪：“要不我来试试吧？”听他这么说，所有人的目光都朝他看了过去。第二批小队的成员笑了笑，想要把他揽回车厢内部。在外面讲女士优先，但这种敢死队的事情，还是我们男士先来吧。可姜子玉却更往前迈了一步：“我老家在山林里，我是爬着树长大的，这里应该没有人比我更能应付这种场面。”说完，便立刻俯身缠到了金属绳索上，以一种异常灵巧的姿态朝下方迅速滑去。不仅比之前的尝试者更稳，速度居然也快了足足1倍。等该第二批下去的玩家，顿时从懊恼的表情变成了惊喜。他居然这么厉害！不过10几秒的功夫，姜子玉竟已经滑出去接近20米的距离，走过了绳索的一半。就在我们以为他肯定能顺利完成任务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却突然发生了。在姜子玉距离断裂的车厢内部仅有最后10米远的时候，一股莫名的吸力猛然从车厢里传来，竟直接把他狠狠拽进了那半截车厢里。巨大的碰撞声传入我们的耳朵，隐隐约约间，我甚至好像听到了姜子玉痛苦的咬牙声。我们趴在车厢边缘，紧张地往下方看去，却什么都看不见。直到10秒以后，播报声悄然响起：1名玩家死亡，存活人数43。这无情的机械声让我们全都哑口无言，悲凉感瞬间涌上心头。明明姜子玉马上就要成功了，为什么却那股吸力到底是什么情况？10分钟时间都已经过去了一半，我们却被突发的情况打得措手不及。此时此刻，就连一直沉着冷静的一山都难免慌了神。这该怎么办？大雪凛冽间，所有人都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可就在这时，我看着窗外飞速划过的雪景，突然有了一种微妙的奇怪感觉。我怎么觉得火车好像比之前开得慢一点了？一山猛地抬头看向我，随后又仔细盯着外面的大雪，默默感受了许久，顿时眼前一亮。快去驾驶室看看那个数字有没有变化。我迅速跑到车厢的最前方，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果然在墙壁上看到了一个新的数字116。火车的速度居然在姜子玉被吸入半截车厢死亡后降低了4码，这是什么原理？一山看着远处被血色遮掩的车厢，镜片里反射出白茫茫的光线。我明白了，不知道为什么解除谜题明明是个好消息，他的眼神却显得极其沉重。这一关的秘密应该是在重量上。时间不多了，我长话短说吧。悬挂在下方的那半截车厢可以提供一个阻止火车向前的力量。车厢的重量越大，这股阻力也会随之变大，进而影响火车行驶的速度。虽然这个物理模型总感觉和现实世界有些出入，但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重量可以让车速削弱4码，或者说是3%。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往那半截车厢里投入足够多的尸体，应该就能让火车慢慢停下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辆火车除了固定死的座椅以外，什么东西都找不出来，因为他不希望我们投机取巧，用别的物品来满足规则。但一山说完，有人举起了手：“那你能算一下大概要死多少人吗？”一山扶了扶镜框，摇了摇头：“我不敢确定，但至少30个人的损耗是逃不掉的，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保证自己绝对可以爬到吸力生效的位置。万一不慎掉下深渊，还要浪费不少的重量。真正执行起来，全部跳下去都不一定够用。我们这一批玩家很可能会无人生还。”出乎意料的是，在场的43个人竟没有一个表示出对死亡的抗拒。事已至此了，大家都知道逃无可逃。
时间只剩下最后4分钟，要么英勇赴死，要么原地等死，也没有更多选择了。正好有人穿了件满是扑克牌图案的衬衫，撕破之后编号，捏成一团一团打乱，迅速搞了一次抽签，不用争谁先谁后，交给老天决定。我深吸一口气，从他的掌心拿走一块碎布，摊开一看，居然是最后一位，而一山则排在第3个。出于把聪明人留在最后的想法，我提出和他交换顺序，但一山却摇头拒绝了我。在列车行驶的最后2分钟里，我目送着他们一个个前赴后继，顺着金属绳索滑向了那遥远的半截车厢。巨大的吸力频频生效，沉闷的碰撞声和痛苦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我眼前的人影以极快的速度慢慢变少，存活人数36，存活人数27，存活人数18，存活人数10，存活人数9。系统不断刷新着死亡提示，车厢里隐隐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但玩家们依然没有停下，因为列车仍然在往前行驶，尽管速度已经降下来了很多。我做梦都没想到，最后一场游戏竟是要以这么悲凉的方式去完成。因为排在最后一位，所以我干脆待在了驾驶室，紧张地盯着那个象征着速度的数字，看着它从116开始不断地下降，88、76、52、36，数字每往下降低一次，我的心里就更加沉重一分。眼看时间即将结束，列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向0靠近，我的心情已经接近凝固，只能双手合十，默默为所有人祈祷。让人惊喜的是，在10分钟倒计时即将结束的一瞬间，火车的速度居然真的在大家的牺牲下彻底降到了0。在风雪中行驶了不知多久的列车，总算是停了下来，刚好停在高高的雪山之前，只差了最后1米不到的距离。我愣愣地拍了拍自己的脸，才终于敢确定这个事实。随后风一样的往后面的车厢跑，想要通知其他活下来的玩家，我们赢了。可直到我跑到最后一节断裂的车厢前，我才猛然反应过来，这辆承载着死亡的列车里早已寂寥无声。恭喜玩家林长安成为血红游戏最终的胜利者，您已获得时空回溯权限。接下来您可以选择将时间倒退回开服时期，死亡的玩家也将在清空记忆后悉数复活。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追求更大的刺激，升级本游戏，将服务器扩大到整个城市范围。届时，所有的市民都将无差别进入残酷的死亡游戏中，最后一步一步让这款游戏变成全世界玩家的狂欢。请您做出选择。看着眼前冒出的2个按钮，我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开玩笑，那么多人拼死拼活，才让我活到了最后一刻。但凡是有点人性在，都不可能会去选择第2个屠夫一般的选项。您选择了时间回溯。接下来，时间将退回到开服时期，请您做好准备。同时，血红游戏系统也将执行自毁程序，离开这个世界。再见。话音落下后，我的眼前慢慢闪烁起熟悉的血光。我深吸一口气，抬头冲着这虚无的天空说：“系统，我想纠正你一个错误。”系统显然也没想到我会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血光为之一顿，过了一会儿才重新缓缓流转起来。机械音重新出现：“您请说，这场游戏的胜利者不是我。”是血红游戏里的每一位玩家。系统没有理会我，而是沉默了很久。游戏结束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窗外夜色淡淡，我捧着自己的手机，长舒了一口气。一切都结束了。那款神秘出现却又只有玩家能看见的 App 早已不见踪影，从我的手机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万家灯火安安宁宁，人们各自享受着平凡而又宝贵的生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揉了揉胀痛的脑袋，感觉就像做了一个漫长又恐怖的梦。或许是因为累得够呛，我的肚子嗡嗡作响，不知不觉已经饥肠辘辘。我捂着肚子，换了身衣服，走到楼下夜市的面馆，点了一碗牛肉面。虽然时间不早了，但这里依然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大口吃着面，我猛然发现面馆门口出现了2道极其熟悉的身影，一前一后陆续走进了门。一个扎着高马尾的女孩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男人，他们不约而同地瞥到了我，纷纷露出疑惑的表情，最后忍不住走了过来，齐刷刷地问我：“你好，我是不是曾经在哪里见过你？”还没等我开口，他们2个就被自己的神同步给搞懵了，互相对视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忍不住哈哈大笑，把左右手一起伸了出去。“你们好，我叫林长安。”